们今天来聊聊目标和自律。大家有没有定新年计划？如果你想完成你的计划，超越大部分的同龄人，让自己越来越优秀，那么就先要对自己好一点。一个事情呢，当你需要非常努力，并且运用到意志力才能完成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基本上就失败一半了。意志力这个珍贵而又虚无缥缈的东西啊，感觉它就存在于鸡汤文学中，在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上，在某个痛定思痛的深夜出现，又在第二天的晨露中消失。如果你要控制它呢，还想它来帮助你完成目标，对不起，那真的是在给自己找麻烦。真正相对容易的方法呢，是让自律啊、意志力、努力这些先放到一边去。我们就是要做让自己高兴的事情，用获得感来反向引导我们完成自己的目标。目标还是那个目标，但是我们转化一下形式，瞬间就会轻松许多。那我把这个方法呢分成3个部分。首先呢，先不要自律，任何事情加上自律2个字，我们脑中是不是马上就和痛苦、困难这些词连在一起了？这无形当中就给自己加了非常多的魔法伤害。成功的人都是自律的，这句话我们小时候是不是经常听到？这就是一个悖论呐。一个人能成功，是他持续的做一件事情，做着做着习惯了，然后成功了。你说他靠着自律在坚持做这件事情，不要开玩笑了。如果一件事情是需要你动用意志力才能完成了，你觉得他能坚持多久？学霸努力刷题，不是他们有多努力、多自律，而是他们在刷每一道题就有正向的反馈，攻克难题的自我满足感，不断提高的成绩，同学的羡慕，这些都会让他们觉得很爽。这就和你在打游戏里面一样，打一个怪就能增加一点经验值，时不时就能爆个装备是一样的。人家刷题的时候可开心着呢。会持续健身的人也没有多自律，而是健身的正向反馈实在是太明显了，非常容易就有获得感。只要持续健身2周，肉就会变少了，睡眠质量也会好，精力都会旺盛不少。这个感觉就非常爽，持续健身持续上，多吃不胖，还有漂亮的肌肉，这么美的事情哪里会用得到自律呢？发现了没？只要找到一个点推动它，然后随着不断的正向反馈，自然而然的这事情就会进行下去了。当然你也不用担心不自律就会放纵，人在吃饱饭的前提下都有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求，你内在就有那个既能让自己快乐又积极向上的那个点。那如何找到这个点呢？这个点就是自己喜爱并且擅长的事情。喜欢的事情天天都想着去做，许久不做呢还会怪想念的。亚伯拉罕·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呢，人的需求按照层次结构排列，而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的需求。而要实现这个自我实现呢，我们需要追求自己的激情和天赋。他说，一个人只有在追求自己内心真正的激情和目标时，才能真正实现自我。那同样是心理学家米哈伊，他也提出了心流的理论，他同样支持这个观点。心流呢，是指人们在投入并且专注一项活动时所体验到的状态。这种状态呢，常常是出现人们从事他们热爱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。米哈伊他也认为，心流状态不仅仅会带来极大的幸福感，而且能够提高我们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。那么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长期被迫从事他不喜欢的工作或者生活，就很容易导致心理压力和不满，甚至于引发抑郁啊、焦虑等等的心理问题。你说，如果有个人看到钱就头疼，什么定存利率5%，国债省税政策，股票季报上涨30%，看着就烦。有这个时间是游戏不好玩，还是电影不好看？完全不能理解其中的乐趣。那让他去研究投资就太痛苦了。人生太短暂，不值得浪费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。那我们如何把自己的目标跟喜爱相互连接起来呢？我用的方法是愉快的 PUA 自己，不断的给自己暗示，做这个事情非常愉快，很爽，很有获得感。
可以推荐大家看《当下的力量》这本书，是关于意识和心灵觉醒的。这本书的观点呢是，不管你有多么宏伟的目标，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只能在当下的时刻感受到。这就是不念过往，不惧将来，不负当下。那我这里引用到他另一个观点，就是意识觉醒。我们常常呢会被自己的思维和情绪困扰，但是这可以通过自己的意识和心灵的暗示来摆脱这些困扰。比如说减肥吧，我在跑步机上走了10分钟，我身体的血液开始加速循环了。我做了10个开合跳，我身体可以在之后持续的燃烧卡路里。我做了3个拉伸动作，我在电脑前面再做个1个小时，也不会腰酸背痛了。这些小小的愉悦感会让你头脑分泌更多的多巴胺，来产生更多的满足感，让我们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，不知不觉中就会上瘾了。你看，如果我反过来，要锻炼了，好累跳了之后肌肉好酸呐，还要起来做拉伸，懒得起来，继续坐着吧。腰痛就忍一忍，我怎么这么废呀？看到没有？反向的暗示就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杏仁核的活动，并且产生焦虑等等的负面情绪。所以我们在完成一件事的时候，先不要想着远方的目标，像我就不怎么想我那1个亿的小目标。我们在当下就不断的找出让自己愉悦的点，如果没有呢，就找个靠近的，然后暗示自己，不断的增加自己获得感和满足感。比如说，全美的平均阅读时间是每天15分钟，我看了20分钟的书，就打败了大半的美国成年人，非常厉害。又比如，今天11点前睡了，我的肝脏可以把白天吃的奶茶、炸鸡、五花肉的毒都排掉了，明天又能吃好吃的东西了，非常开心。那我上学的时候有个数学老师，他和我们说，数学这个东西太美了，你一旦开始做题，打耳光都不会放下来。我当时就现在想想，他应该是真的很享受数学的快乐，然后又非常敬业的想要正向的 PUA 我们，可惜从来没有成功过。总结一下，当我们在制定一个目标的时候，不要指望靠着意志力、自律这些来完成它。有小部分的可能性是能够完成的，但是结果应该也不会太理想。比较好的方法呢，是找到自己的兴趣点，并且用心灵暗示的方式，从所做的事情上获得愉悦感，从而让我们头脑分泌多巴胺，来产生更多的满足感，来让我们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，不知不觉中呢，就养成了习惯，并且轻松的完成了自己的目标。希望这些对大家制定和完成自己的新年计划有一定的帮助。保持你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喜欢、擅长和复利的事情上。感谢大家点赞、支持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